多生活在加拿大的人来说，每当有网站让你填写 zip code 一栏时，聪明的你总能意识到这里应该填写邮编，但有时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调整大小写、删减空格还是不行。这其实不是你的错，只是美国的邮编是由纯数字组成，加拿大则会包含字母。很遗憾，有些网页并不同时兼容两种表达形式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美国和加拿大这互为邻居，为什么可以把长途区号统一，却没有把邮编一并整合一下？美国与加拿大的邮编不是没有很像的时候，曾几何时他们都这样。在城市名后这个短小精悍的数字就足以囊括所有邮寄的区域，比如数字5，在1925年的多伦多包揽了这一整片区域。这种2位数的划分方法出现在美国，其实是在近20年后，起因是2战造成的人力短缺以及邮件配送需求的成倍增长，迫使邮政流程升级，让新人更容易上手。这些邮编被称为 zone number， 在全美131个城市广泛推广使用至1962年，然后发现2位数又不够用了。这次不只是人力，相对这样配套设施的投入，以及2战后人们向郊区的迁徙后地址变得丰富，都大大增加了邮政工作量。此时邮政部顾问委员会提出了用 zip code 代替当下的 zone code 的想法，将本要配送到市中心的邮件分散到多个小邮政区域，并给每个邮政区域分配40到150个邮局，以减少交通压力和配送压力。也正是这些不同层级的节点形成了这个 zip code 的5位数，覆盖了整个美国。但即使这样看似不大的改进，在真正推广时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，尤其是老一派的 zone code 使用者，甚至在有邮资优惠的情况下继续拒绝填写 zip code。于是迫不得已的邮政局决定另辟蹊径，从年轻一代入手，设计了卡通人物 Mr. Zip 来帮助推广 zip code。墙贴、邮票、信封、印章、广告牌、纽扣，一时间 Mr. Zip 这个卡通邮差形象无处不在，甚至还出现了专属话剧和歌舞助阵。只是好景不长，5位数的 zip code 在80年代面对野蛮生长的大型街区和公立单元时，再次显得力不从心了。这时邮政局打算故技重施，准备在现有的 zip code 基础上再衍生出4位数。但真正纠结推广成本而犹豫如何执行时，政府会计办公室站出来帮忙算了一笔账，只要推行成功并升级相应系统后，未来的16年新9位数的 zip code 会为邮政局节约523亿美元。得到好消息的美国邮政局在当下就决定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推广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著名作家乔治·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《1984》中令人畏惧的场景与当时时间点1983年过于吻合。人们真的担心书中那种完全被掌控的生活变成现实，将邮局推向了舆论浪尖。压力之下，邮政局做出了妥协，并承诺前5位依然不变，至于后4位可加可不加，只是加了会有邮资优惠。此时的9位数邮编已经具体到哪一个路口的哪一侧，甚至哪一栋楼写字楼的哪一层，而今天使用的11位邮编则是完全精确到户。当然，你在真正邮寄时不一定非要写得这么具体，而是更可能看到这样一串将所有邮编转制而成的条形码，用于机器分拣。美国邮政变革也可以说是分拣设备的变革，从人海战术的手工分拣，到1957年首台半自动分拣机与训练有素的分拣工人，再到如今每台设备每小时16000封的分拣处理能力。这个发生在邮政内部的工业革命，也是美国邮政编码不断延长的重要原因。而反观加拿大，邮编的长度在1972年进化到6位数后就再也没变过了。原因是加拿大采用了字母数字系统，邮编由3个字母与3个数字组成，与1代 zip code 相似。前3位代表宽泛的地理方位，后3位则代表更精准的邮政街区，但能涵盖的递送区域却上了一个台阶。首先，除去不曾使用的这6个字母，还剩20个。W 和 Z 不会首字母出现，还有18个。
这令前3位有3600种组合，以及后3位共计2000种组合，理论上把邮编的选择扩充到了720万种，确实比5位数的 zip code 选择多了不少。如此耐用的邮编，结合加拿大有限的人口，目前实际上只用掉邮编其实只有85万个，完全找不到延长邮编的理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邮递员，你希望将这些邮件送到圣诞老人的哪一个地址呢？